马经理在不在？在，熊小姐。啊，请你告诉他，我想见他。请他进来，赶快打电话给他办。哦，熊小姐，请坐。有什么事吗？马经理，这是点小意思。如果你能把基石调回来，我还可以把这对耳环一块送给你，配成一套。熊小姐，你嫌少？不，这不是我能做得到的事情，请你收回去。那你要怎么样？这实在不是我能做得到的事情，熊小姐，你要明白。我不明白。告诉我，现在就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把基石调到别的地方去？请你原谅，我们有我们的理由。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，你们根本就没有理由。哦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素素，是你，是你的主意。对不起，马经理。邱伯伯来看你来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看医生，我讨厌医生，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。素素，我不要看医生，我就是不要看医生。可是你头疼，孩子，头疼就是病。不，你让我睡，你让我睡。好，你睡，你睡。邱院长，素素的病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？哎，不要紧，你自己身体要紧。她不要见我，就让她去吧。啊，小姐，你要出去啊？车子开走了啊？什么事啊？小姐把车子开走了。好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东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府上去。你打电话报告警察局，不要急，建芳。李小姐，是。叫老张把车开过来。您不是吩咐他到机场去接李先生了吗？哦，对了。
必先到医院去报到。我请你吃完了晚饭再回去，好不好？老张，我跟李医生现在先不回去，把车子留给我们用。等会儿我要陪他去逛逛。做什么？你离开香港3年多了，香港变了很多，我陪你去看看。不太好吧？我看这样吧，就让我先送你们过了海，再把车子交给你们好了。听说彬彬快从日本回来了，他回来跟我有什么相干？别嘴硬。医院里除了病人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你是院长未来的女婿，将来的院长啊？医院怎么样？哎，世界越文明，精神病人越多，医院病人多，生意好，邱院长笑口常开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病人？明天你到医院以后自己去发现吧，好容易轻松一下，谈病人多没意思。怎么50迈都不许开啊？请问是我们超速了吗？不是，我看过你的驾驶执照。对不起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懂吗？不懂。出了什么事情？是不是沿途都要检查？请你原谅，我们不是有意找麻烦。刚才接到一个命令，叫我们注意有一个年轻的小姐开了一部白的别克汽车，要是发现了，请她停下来。哦，但是我们车里没有小姐啊，所以很对不起。那位小姐犯了什么罪啊？没那么严重。那么什么事呢？她是个病人，偷偷的开了车子出来，家里的人怕她闯祸。车子跟我们的一样。对，完全一样。车牌都是好。这倒没有提起。是建成化工厂厂长的车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是这个，啊，大概是的。对不起啊，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你又在想什么？是我们的病人。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是因为他害的是精神病。不是因为他没有到我们医院看过病，可是他父亲跟我们院长是老朋友啊。我不懂。不用懂。有的人认为家里有人害精神病是家丑，一看病就变成家丑外扬了。说得详细点好吗？她男朋友是个飞机师，3个月前飞机失事死了，她不相信他死，精神分裂了，完了。哎，说好不谈病人又谈上了。开快点啊！怎么回事？你看。熊小姐，熊小姐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小心，不要紧，我记起来了，他是我的同学，叫熊叔叔。你们是谁？我叫李亦飞，
我们是老同学，记得吗？这位是黄天富，是高我们一班的老大哥。喂，是的。哦，找到了。哦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素素找到了，2个青年人就送她回来。阿金，哎，去告诉太太，小姐找到了，马上回来。哦，建芳，刚才你说不如把事实跟素素讲明，这跟动手术一样，好就好，不好那很危险呢。因为他跟他妈一样有心脏衰弱病，我的主张还是再看一个时期吧。这样不死不活的拖下去，她也受罪。哎呀，快到了，头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你常头疼？医生怎么说？我没有看医生，我最讨厌医生了。哦，他回来了，你就当没这回事啊。我知道。邱伯伯，爸爸，我来给你们介绍。院长，熊老伯，熊老伯，我派老张去接你，看到了吗？见到了，我们就是坐了您的车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哦，素素，你脸色很好啊。哦，你妈病了，你上去看看去啊。妈又病了，你们在这坐一会儿啊。爸爸，我留他们在这吃晚饭。哦，我上去看看我妈去。请坐坐。好，谢谢。东王，你说像不像一阵风？就是一阵风，来得快，去的也快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。这是我医院的医生黄天富，这是我的室侄李一飞啊，刚从澳洲回来，到这儿来实习的。哦，这位是熊建芳厂长。熊厂长，你们在什么地方遇到的？山顶。哦，你们到山顶去了？哎，因为一飞离开香港3年多了，我陪他去逛逛。哦，巧得很，素素也幸运得很。熊小姐原来不知道我们是医生，她说她顶讨厌医生了。刚才我们叫了一声院长，她对我们看了一下。我看我们这顿饭不要吃了。不，这是考验他的脑子够不够灵活的一个机会。你们别走啊！他们是做什么事的呀？我没有问，不过我知道，他们住在赤柱，而且见了邱伯伯，还恭恭敬敬的叫一声院长，八成是个医生。哦，没事了吧？没什么了。哦，哎，素素，看见我就走，讨厌我？你说谎，你对别人说你是讨厌医生的。我说着玩的嘛。刚才送你回来的2个青年，一个是实习医生，一个是正预备开始实习的医生。经你刚才这么一说，他们都不想在这儿吃晚饭了。哎，但是他们都没走，都被我留下来了。妈，你下就好了，我不下去了，我不好意思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不然的话，他们真以为你是讨厌医生呢。我看这样吧，姓黎的刚从澳洲回来，不要在家里吃饭了，我们到夜总会去。
跟着我，痴痴的白云无声，用白纸题下了无言诗，字字行行挂泪痕，借风吹向白云城，我劳你做一个送行人，将那送言诗一句句念给我的心上人。问白云，欢乐何处有？问白云，好景哪里久？千山你飘零，万水你曾游，为什么彷徨？为什么流？熊小姐，熊小姐，你想先回去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告诉我的。不，我不想回去。可是，我也不想待在这儿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点这首歌？有人点了这首歌来刺激我。谁？谁要刺激你？邱婆婆，她要看我的反应，我偏不给她看，我不懂。因为过两天再告诉你。我们进去。一飞，不早了，你们回宿舍休息吧。如果需要什么，你尽量的给他们要。好，明天见啊！明天见啊！明天见。哦，我还没有问过你，彬彬最近有信给你吗？最近很少。哦，大概是快回来了。明天见了。好，明天见。走啊。你还不睡呀？我还不想睡。累不累呀？有一点儿，可是我不想睡。今天为什么要自己开车到山上去？妈不喜欢，下次别这样，妈担心。好好玩哦，今天，妈，你哭了？你在笑，你知道妈已经有多久没有看见你笑了？我也很久没笑吗？自从你病了以后，咱们老说我病了呢，我没有病嘛。你睡吧。妈，你们老叫我去美国看哥哥，您知道为什么不去吗？不知道啊。因为我的英文不好。今天看李医生跳舞，他的英文真好啊，我真惭愧。我想补习，可是就是不知道爸爸肯不肯。怎么会不肯呢？找补习老师好难呢。
那位黎先生怎么样？人家是医生呢。他又不是正式医生，每天来教你2个小时，大概是不成问题的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呢？我怕你第一课就选的不很聪明。不会，谢谢你带我来。你对熊小姐的病有什么意见？我认为她的病很值得研究，她很会猜疑，她疑心别人时时刻刻都想刺激她。她说昨天晚上那首歌是邱伯伯点来故意看她反应的。她时常头疼，就是为了猜疑太多，而且不知道自己是患了精神病。她的疑心就是病的象征。院长的斋记里，他有一个梦境：天上的云，地上的泥，这些一堆堆、一块块流动的气体跟固体，都是谜的象征。我也是这么想，天父。他的病可能不太难治，我们慢慢再谈，先看看吧。一杯，很危险，不能靠近窗子。他没有为什么，只是跟那个下马威。你看。这间房住着一个认识陆基石的人，他叫张立民，是陆基石的副机师，这架飞机唯一的生还者。就让他这样去啊？难道拿把刀给他？他没有疼的感觉？有，但是麻木了。够了，我们走吧。那个姓张的是因为飞机失事病的吗？通缉遭难的有40几个人，而他偏活着，这是一个原因。飞机的震荡伤害了他的神经系统，是另外一个原因，其他的还找不出来。因为他有时候哭，他伤害自己，打自己，心里边还有事。什么时候进医院的？飞机失事以后送别的医院治疗，伤好以后，忽然有一天要公开招待记者，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，这样他就自己伤害自己，还是上个月进的医院。你还是想到重病房工作？还是这么想。让我请示院长一下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一件事倍功半的苦事，说不定1、2年也治不好一个。我知道，我能先查查他们病历表吗？好啊。我是黄医生啊。黎医生，驸马爷。哦，院长在找他，他想看看病人病历表，请你给他预备好。好，回见。好了，我要下班了。哎，今天晚上那个 party 你去不去？方子给你约好了人，你现在先去看看院长。好，一会儿再谈，我先去换身衣。回见。回见。如果素素能到美国去住一阵子，换换环境，是最好的办法。什么事？黎医生来了。请他进来。熊老伯，院长。走。我觉得他的病倒不太严重，只需要短时期的休养就会好转的。不过进行心理治疗还是需要的。你知道他的故事吗？天父兄告诉过我，我想如果他能转变一个环境，新的事物可能会引起他的兴趣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。不错，第一步要改变他怕医生的观念，第2步再进行治疗。我觉得这个工作由黄天富兄去做最好。好是好，不过这儿很需要黄医生。对这里的病人来说，我不想让他去。
第一，你在这儿的工作还没有开始；第二，黄医生已经是医生，素素并不是讨厌医生，而是怕医生，怕当然就疏远。所以我一早就到东望兄家里去研究这个问题。你就以一个教英文的家庭教师身份跟他接近，治疗的工作还是我来做。你只要能够稳定他的情绪，进一步让他能够接受治疗，时间不要顾虑，也不要操之过急。邱伯伯、熊伯伯，我的愿望是想做一个医生，而不是做一个英文补习教师。如果你们能考虑到我愿望，我希望你们当我是个医生。当然了。那么我还是随机应变地进行治疗，而且我希望能把它治好。早了，医生。不，我不是医生，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是医生。那么，老师请坐。也不是老师，我们是同学。我爸爸说你肯来替我补习英文，我真高兴极了。我知道你就要出国，英文还需要补习一下。请问我们从哪儿开始啊？我这有张单子，这几本书你都有吗？一共5本，我1本也没有。那我们一起去把它买回来。现在？哎，现在。好。哦，告诉家里的人，我们不回家吃中饭，我请你吃中饭。好极了。冰冰几时回来啊？你认得冰冰？他是我初中时候的同学。你们常来往？我的问题你还没给我答复呢，你倒先提问题了。我们不常来往，他几时回来啊？我不大知道。真的？真的，我的确不大知道。你回来了，我想他也快回来了。邱伯伯说要你们早点结婚。订婚都还没有，怎么谈得到结婚呢？邱伯伯说预备把他的医院交给他未来的女婿，就是你，对不对？熊小姐，你这是哪儿听来的？怎么了？你先答复我。好，这件事情没有答复。邱伯伯待我好，因为我是个穷学生。至于会不会跟他女儿订婚、结婚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为什么？你不爱冰冰？我不想瞒你，我也有我的自尊心。不管我是否爱她，当爱情与自尊心有了冲突的时候，我必须选择一条路去走。我当然希望我的事业成功，前途远大，但是我要自己奋斗成功。我不愿意接受不劳而获的成功。我当然也需要人家的帮助，但不一定就是邱伯伯，说不定有一天你就可以帮我一个大忙。我现在答复你，我是从哪儿听来的。好久以前，邱伯伯跟我爸爸谈话，他们提到一个名字，林亦菲。当时我听了我也就忘了，直到那天我们见面，我们回家，你见到邱伯伯，邱伯伯还给你接风，我才想起来，你就是那个林亦菲。熊小姐，你爸爸说你叫我素素就可以了。素素，你的记忆力很好。不好，我常常爱用脑筋，所以我常常头疼。那么不要太用脑了。晚上睡觉睡得好吗？晚上是我用脑的时候，怎么会好呢？吃东西有没有胃口？胃口不一定，像今天就很好，平常不好。还是吃东西的时候用脑过度，用脑筋的时候神经特别紧张，一紧张了就影响了胃口及睡眠。大医生，这还用你说吗？问题是我爱用脑，这个世界上你不去害别人，可是你要时时刻刻防着别人。像基石，他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是不是要用脑子去猜度一下？我疑心爸爸不爱我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想尽办法让我们断绝。首先，买通航空公司，把他调到外国去。他给我的信，也都给他收藏起来。这些我都知道。素素，素素，
素素，素素，啊，快把东西吃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今天开课，我们连书本都还没打开过呢。喂。进来。怎么样？去不去？啊，什么时候了？你要不去，我可要走了。天父啊，你研究过张立明的病历表没有？看过，可没研究过。一个是陆技师的副技师，一个是陆技师的情人，一个陆技师的死亡造成2个精神病患者，你想想看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关系，一个是为了失去情人，一个是为了自救，风马牛不相及。你用自救2个字，他是副机师，为什么要自救？该自救的人已经死了，就算当时飞机是控制在张立明的手里，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，还是应该由正机师来负起责任，除非陆机师不在驾驶室。一飞，你是在做侦探，不是在做医生啊！你的假想不能得到证明。全机的人都死了，不，还有个张立明。假如说我的假想是正确的话，那么陆技师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技师。素素痴情的去爱一个不负责任的人，这是一件否定的事情。哎，你越说越糊涂了。哎，我可要去赴约了，你到底去不去？回来再跟你谈。开一开啊！这么早，李医生，我要趁大清早看看他们的情形。这些人还管什么日夜？醒了就吵，累了就睡。让我看看您的手。不，疼吗？我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，让我看看。张先生，我不要这只手，我杀了很多的人。上帝，上帝，我求求你，饶恕我！上帝，求求你饶恕我！上帝，饶恕我！张立明。你认识陆基石吗？我跟他是好朋友。你是他的好朋友？我才是他的好朋友。可是，我跟他吵了架。为什么吵架？什么时候吵的架？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
张先生，我的名字叫李逸飞，下午我还来看你。我错，是我的错。早，素素。早。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到你家。啊，你这老师好严哦！今天是礼拜天，还要上课啊？我想去一个地方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好，哪儿啊？山顶。老王，啊，你把钥匙交给李医生，回去告诉爸爸说，我跟李老师出去了啊。哎，好好。你下车。啊。你很喜欢山顶？你怎么知道？有一次，你不是也说要上山顶玩吗？嗯，你不觉得这儿很可爱吗？这地方对你来讲，不仅是可爱，好像还有某种特殊的怀念。追着问，又跟着问，痴痴的白无声。这不就是那支歌吗？嗯，这是基石教给我的。他唱得很难听，荒腔走板的。小心点啊！你看到这条路了吗？看见了，这条路的环境很美。嗯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有些人是在欣赏这周围的环境，有些人却是非走不可，因为他必须由那头走到这里。这正像人生一样，由生到死。下来吧，让我们去喝杯茶。有一次，基石在这里等我，我有事耽误了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等了我2个钟头，他一直望着这条路，注意着每一个来往的人。他发现了这么一个感想。这有一点哲学的味道。我们回去吧，让我们由死到生。前面。真巧，这儿是全茶厅最好的位置。这表示你我的运气很好。啊，2杯冻茶啊。一菲，你看这儿美不美？不错，你跟陆先生常常来。嗯。他也喜欢这儿。他喜欢我喜欢的一切。我喜欢水，看见水，我心里十分平静，慢慢的流啊流啊，
像一首音乐。流水行云，行云与流水都是音乐，那么你也一定喜欢云了。云，我不喜欢云。为什么？我怕，它好像棉花塞住我的胸口。陆先生喜欢什么？他喜欢飞行，飞行使他远离人间，冲破云层，达到另外一个极静的世界。飞行又把他带到另外一块土地。他喜欢离奇，所以他喜欢他的职业。可是我不喜欢他的职业。你们不是很相爱吗？不喜欢他的职业，并不能就代表不爱他呀。彬彬喜欢你做医生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很隔膜。骗人？不骗人。别人都把我们当作一对，事实上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在走。可是，这对我和彬彬来说，似乎缺少了神秘的感觉。爱应该是神秘的。我不了解你们的情愫。你是个男人，你应该设法去接近他，去了解他。接近太多，了解太少。我不懂。这是事实，我也不懂。也许我没有设法去了解他。哦，我们还要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我们再坐一会儿好不好？我想听你的故事。我的故事？不好听。听听嘛。那么，3句话：一个孤儿，2只手，3个朋友，书本、白饭、板床。倒是很简单，不过也很叫人佩服。一个孤儿，2只手，3个朋友，书本、白饭、板床。你预备记下来。不怕头疼。我要是你呀，我就预备一本日记本，把什么都记下来，就打今天开始。日记？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的教授法提起了我很多的兴趣，我的成绩似乎在进步中。我不懂为什么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会觉得这么愉快。今天一飞陪我去寄信给基石，他一直看着我，我故意不理他，但是我看见他的目光充满了怀疑，也好像带点嫉妒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。在回程上遇到了邱伯伯，他说我精神很好，我知道他是待我很好，但是他为什么总要检查我呢？难道他医院里的生意还不够好吗？哼！他显得比以前愉快多了，我似乎已经获得了他的信心，举止活泼，思想灵敏，他更可爱了。我要试探一下，我出了个题目 cross 云，他似乎很奇怪，我不管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一定要把张立民治好。苏素既然拒绝相信基石的死，那么只有让张立民亲口去告诉他。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明天又是个快乐的假日，上午去野餐，下午去看电影，晚上跳舞。突然，我觉得一阵烦恼，为什么呢？黄天富，我不喜欢这个人，他有点自作多情，有点对女人不尊敬。
他要跟我跳舞，我就假装头疼，可把一菲给急坏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？是个医生，是个老师，还是……我见到了一个像基石的人，我想倒好，让他看看，我跟一菲在一起，不也一样快乐吗？谁知道并不是，一菲一声不响，他又在着急了。我有那么一种感觉，他在爱我。上午我就感觉到素素不像前几天这样明朗，我有几分担心。下午我抽空去看她，她先是哭，后来她亲口告诉我，她做了那个梦，一层一层的云，一堆一堆的泥浆，把她包围住了。我叫她离开那间卧室，到花园里坐坐。她对我说，她一看见我，精神就好多了。她在暗示些什么？真是奇怪，她跟上午比较，完全是两回事，两个人。据我的看法，素素这2个星期下来，精神好了很多，头疼也减少了，情绪也比较稳定。熊建芳跟我都觉得这是你的功劳啊。哦，院长，邱太太东京来的长途电话。哦，给我接进来。哎，东啊，好，我们都好。今天冰冰接到同学的来信，一菲是不是另外有女朋友了？不是，是一个病人呢。病人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看戏，一起踩脚踏车，这算什么病人？精神病的病人嘛。他是我们培养的，他是冰冰的未婚夫，你警告他。冰冰很生气，我也很生气。冰冰生气的是他，我生气的是你。你给我看着他点儿，不许他胡来。喂，喂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喂，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好，我明天就回来。不，妈，后天。明天。明天什么时候我还不知道呢。我马上去订飞机票。什么事，邱伯伯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啊，你说到素素的病有起色。哦，对了，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回到医院里来。但是邱伯伯，我认为这是很要紧的时候，素素还不能回忆起陆基师的死，她的精神还不能接受这种刺激。邱伯伯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想把后面这一段工作请别人去做，你应该回到医院里多看一看。你邱伯母跟彬彬明天回来，过1个礼拜我要到英国去开会。好，就这样吧，我还有点事情。这是一个很别致的毕业典礼，不但没有考试，而且老师还赏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餐。素素，我想，我至少应该交一篇作文给你。可是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2个字 ：Goodbye。素素。
不是我的主意，这是邱伯伯的命令。你不要怪我。我会告诉邱伯伯，你的英文还需要补习。是不是连句 goodbye 的发音也不够标准？不是发音不准确，而是用字不当。不是 goodbye， 是 see you。一菲，邱伯伯的命令是对的，我的 goodbye 也是对的，只有你的 see you 是错了。不，我不能答应。邱伯伯，我不愿意半途而废，他是我第一个病人。如果我能够治好他的话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一菲，你没有在做医生，也没有在做教师，你是在做情人。你是彬彬的未婚夫，为了我的女儿，我不能让你跟素素在一起。邱伯伯，您这是武断。我希望这是一个武断。熊伯伯是你的好朋友，你能不为他着想？他有女儿，我也有女儿。一菲，人免不了自私。下午彬彬回来，你不妨听听他的口气。只要他能答应你去，我没有理由不让你去。邱伯母也没有理由不让你去。过来，拉我起来。我想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现在还是每天到素素家里去教书啊？嗯。有人告诉我，你们在假期里常常在一起玩儿。我倒并不介意。可是由别人写信来告诉我这消息，我不高兴。谁写的信？我朋友多着呢。跟你说我不介意，你急什么？素素最近的病好像好多了，我真想借你这一次回来的机会，向邱伯伯提出辞职。不好，你继续教下去吧。要是我一回来你就不教，人家反而要疑心的。不要去刺激素素。你不知道，我也很喜欢她的。也？为什么要说也？你看你这个人，以后把多余的时间留给我就好了。哎，我给你买了很多东西，都在箱子里，待会儿理给你啊。好。我们该走了，熊伯伯他们等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邱伯伯。你出去，我换衣服。还换什么衣服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哪学来的油嘴？到客厅等我。素素，啊，你头疼好了吗？好了。你不想见见邱伯母跟彬彬吗？不想。那我们走了。哦。你送了我一枝花，你给了我这枝花，用不着开口，我已经知道你心里的说话。我借了你几时请我们喝喜酒啊？快了。几时？用不着微笑。
今天为什么不来？我不知道。我明天想去看看他。你去吗？脸上的回答，心里说话，轻轻的一条，匆匆的衣裳，我会永远记下，你会心生牵挂。你送了我一枝花，你给了我这枝花，你心里有一曲音乐，我脸上发起了几朵红霞。素素，你看了我的日记？不好意思啊。你这时候到这儿干什么？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你在一个小小的夜总会里晕倒了，我们都从卡萨诺瓦赶来看你。现在爸爸妈妈都在楼下，亦菲也来了，可是我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，所以上来找她。是的，没有。可是我在你的日记本里找到了他。亦菲是我的未婚夫，素素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不会恨你的，因为你只是个病人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恨你的，因为你只是个病人。冰冰身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在洗手间。我去看过素素，她醒了，精神很好，你放心。让我去看看她。不，亦菲，我不许你再跟她看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过了她的日记。
你是个病人，你是个病人。我是个病人，我病过了。那一张张焦急的脸，皱着眉，苦着脸，酒精啊，酒精的味道。妈妈的眼泪，爸爸的叹息，真好疼，像刀在宰我。邱伯伯，你在唠叨些什么？我又不会唱歌，这架录音机在做什么？五颜六色的药，一粒又一粒，我的头都晕了。我病过，我记得我自己那张苍白的脸。没错，没错，我怎么会这样的呢？什么病？怎么没有人告诉过我？烛光，什么地方？花圈，一个个的花圈，为什么？神父，你在为谁祈祷？黑衣服，我为什么要穿上黑衣服？是真的，还是个梦？是梦，还是真？邱伯伯，我是个病人，是不是？是的。什么病？是很轻微、很轻微的病。精神分裂症。分裂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很可怕？是不是很丢脸？没有。谢谢你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问这几句话。邱伯伯，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说我来过。再见。素素，别走，邱伯伯还有话要跟你谈呢。不用了，我还有别的事情。再见。好。你有电话？哎，可能是医院打来的，去听吧。电话在哪儿？喂，我是，熊先找我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素素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
我们到处打电话找他都没有，他爸爸现在还在找他呢，也找不到。一飞，你别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去找，我会去找。再见啊。谁？素素又不见了。你陪着冰冰。哦，如果赶不回来的话，就麻烦你送冰冰回家。哎，我怎么告诉冰冰？哦，你就说医院有要紧事啊。你冷吗？医生，医生，你只会做个医生。素素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。冰冰怎么说？他不知道，是伯母打电话叫我来找你。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你来这儿是为了有了陆技师的消息吗？你以为我在这儿等他？你曾经说过，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再来。爸爸妈妈、邱伯伯、连理在一起，你们都在骗我。他永远也不会再来了。他死了，我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请你不要问我这个，请你不要问我这个。你早就知道了。那么不是大家在骗你，是你在骗大家。你不知道骗自己是件多么痛苦的事，是一出多么难演的戏。那么，今天晚上你又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我不能再忍受下去，我也不必再忍受下去。这出戏该是闭幕的时候了。
你来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，我已经走到这条路的尽头了。不，素素，万一打电话找不到我，万一我找不到你，万一……不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你会找到我，也只有你会知道我在这儿。可是，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出戏是让他演下去呢，还是让他闭幕呢？亦菲，告诉我，告诉我。闭幕，闭幕，让他闭幕。那天上午，飞机快起飞的时候，技师才匆匆忙忙地赶到。跟他一块来的还有一位很文静的小姐。在飞机里头，我问他说：“这位小姐是谁？”他说是新认识的女朋友。我问他认识多久了，他说半年以上的女朋友。这下我可火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和我妹妹在台北同居已经2年了，并且还生了一个小孩子。当时怎么样？我说：“你准备怎么对我妹妹说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妹妹在台北，她在香港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技师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一点不好。当时我没说什么，心里就替我妹妹难过。下午，我们的飞机返航了，在飞机里头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旧事重提，我要她在飞机没有到台北以前，要她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。否则，我要对这位小姐说明一切。这下，她急了，就狠狠地向我伸拳过来。这时我正在驾驶，气压又很不稳定，我赶快把身体向后一闪，她扑了个空，趴在方向盘上。这时我气压忽然降低，我要把飞机升高，我赶快把她推开，抓住了驾驶盘，我要把飞机升高的时候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就看见一座高山已经冲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。事后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事情的经过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自己责备自己呢？我为什么不能忍耐？我为什么在工作的时候想到私事？这些人的死，是不是应该由我负责？张先生，像这样的事，除了天主，谁能判你的罪？张先生，你先回房休息吧，我们要做一份报告。我相信你不久就可以离开此地了啊。张先生，令妹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李医生，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？不，我相信你。我只是想知道令妹现在在什么地方。妹妹在台北，我还有她和她的孩子跟吉时3个人一起的照片。在什么地方？在我过去住的地方。谢谢你。来，签个字吧。这是张立明全部的治疗经过，我们相信他已经恢复正常。
希望您能批准让他早一点出院。等我看一看再说吧。邱伯伯，我想再看一次素素。为什么？我想把张立民的话告诉他。什么话？陆基石不是一个专情的人，我要他把陆基石整个忘掉，不要再怀念过去，不要再怀念已死的人，让他开始一个新生。这是多余的事，现在不必做，等有机会让我来告诉他吧。一飞，彬彬刚才打过电话来，在哪儿？没说，他今天晚上9点钟在卡萨诺瓦等我，有事跟我谈。约你？是的，约我，但是我知道是为了你的事，所以到时候我预备派个代表去。派谁？派你。喝点什么？不喝酒。哦。彬彬，天福医院里有事，要我先来。你来干什么？是来向你道歉的，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情。你昨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熊伯母打电话到医院来找我，医院再打电话找到了我。因为素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熊伯母托我把她找回来。哼，除了你就没有人可以找到她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要个人去？难道只有你一个人是素素的朋友？彬彬，素素害的病是精神病，人去多了她会恐惧，我不想把事情被她看得太严重。你倒走得很轻松了，你有没有想到我多丢脸？我倒是真的没想到。你怎么会想得到呢？你心里边只有一个素素。彬彬，素素有病，邱伯伯、熊伯伯要我负责的呀。有什么病？他是假装有病来接近你。彬彬，他的确有病。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彬彬，除了你，我到现在还没爱过别人。我也没有吻过别人。你原谅我昨天的过错好不好？我并不想吃东西，而且我还约了人，我要走了。彬彬，你没有原谅我。一飞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明天上午8点钟到我家来。我们是分手还是结合，都在明天上午8点钟决定。同意不同意？好的。我走了，不要送了。有多少忧，旧愁散不尽，情满上心头，一朵儿沉默，寒冬。
喂，谢谢你请李医生听电话。哦。痴痴的白云无声，用白纸题下了无言声，字字行行画。喂，我。你好吗？好。你在哪儿？你电话打到哪儿嘛？我心乱得很。你在哪儿啊？我跟冰冰在谈判，在卡萨诺瓦，他走了。他们在唱《问白云》，我想起了你。有什么事吗？想见你。不要了。你有什么新计划？什么计划？明天做什么？后天做什么？明天我叫爸爸陪我到他坟上去。什么？坟墓，陆基石的坟墓。要。为什么？基石，素素，因为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我？现在？什么地方？我们吃饭的地方，他们是通宵营业。但是你要等我一下，因为我要去医院一趟。为什么？我要换一身衣服。你也穿随便一点。好。素素，素素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就是他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他，其实不会是他。醒一醒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！张先生，谁？他是谁？他是基石的副驾驶，他的妹妹就是基石的情人，这就是他们的相片。素素，素素，喂，我是啊。什么事？哦，我马上来。熊老伯，我要在8点钟以前赶到邱伯伯那儿。这以后，我不能再来看素素的病，也不能再来教她的书了。好在素素的病已经好了，她现在又知道基石欺骗了她，她一定能忘记过去的一切，开始一个新的生命。我相信她不会再头疼，更不会做那个有白云有黄泥的怪梦。我不得已半途而废，请你原谅我。一飞，你看他是不是醒了？素素，妈，
他约你8点钟来的吗？哎，是的。李仙儿，你的信。谢谢你。一菲，我在昨晚已经结了婚，我的丈夫是我在日本认识的，他曾经向我求过婚，只因为有了你，我拒绝了他。昨晚上我答应了，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搭飞机去了日本，再见了。恕我不能当面跟你道别，彬彬。恭喜你，邱伯伯。素素，你脸色……不要紧的，我跑急了。邱伯伯打电话来说你今天要走，我查过飞机，知道是晚上才开的，所以我到处找你。后来我想你也许会在这儿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只是那么想，我并不知道。我想你对这儿也许会有些怀念。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决定？不是突然的，我来这儿是为了邱伯伯而来。澳洲的职位一直等着我，只是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而已。你人好了吗？素素，你好些吗？谢谢你。我们走走好不好？好。我要谢的地方很多，谢谢你治好了我的病，也谢谢你解除了很多的忧愁。我不再头疼，我也不再做噩梦了。你是个很有本事的医生。这只是偶然的成功，但是我很高兴。你是决定要走了？是不是彬彬伤了你的心？不是，他们认为医生治病似乎只能用医药才是正常的，如果用了其他的方式就是不正常的。我不愿意看见人家交头接耳，也不愿意听见人家窃窃私语。邱伯伯说，我不是一个医生，也不是一个教师，只是一个情人，我受不了。我要送你件礼物。谢谢你。是什么？你叫我记的日记。我想以后我也不会记下去了，后边空着的，我希望你能记下去。我先走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素素。
爸爸妈妈会反对你上澳洲吗？